2026年2月28日，执掌伊朗37年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空袭中遇难身亡。就在2个月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加拉加斯的总统官邸被美国特种部队强行带走，押往美国受审。从德黑兰到加拉加斯，从波斯湾到加勒比海，美国一直在向世界说，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但这并不是新鲜事。从二战以后，美国对斩杀别国领导人已经驾轻就熟，有的通过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有的通过直接军事入侵，有的通过支持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今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被美国斩杀的他国领袖，从1953年的伊朗到2026年的委内瑞拉，看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权更迭剧本究竟写了什么。1951年4月28日，伊朗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一天，德黑兰街头万人空巷，民众载歌载舞庆祝。领导这场运动的是新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摩萨台是伊朗民族主义的运动象征。他出身贵族，在欧洲接受教育，但一生致力于摆脱外国对伊朗的控制。他深受民众爱戴，所到之处人群高呼“石油国有化的英雄”。他触动了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石油。当时因为伊朗自己本身对石油的开采能力有限，石油业完全由英伊石油公司掌控。这家英国公司后来改名为 BP， 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它在伊朗拥有自己的铁路、港口、机场、医院、警察队伍，其实就是国中之国。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净利润2亿英镑，分给伊朗的只有1600万英镑，不足8%。对于英国人来说，失去伊朗石油是无法接受的损失。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失去伊朗的石油，英国的经济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但对正处于冷战初期的美国来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策会不会把伊朗推向苏联阵营？更重要的是，如果伊朗成功将石油国有化，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让整个中东的产油国都效仿？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他和丘吉尔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推翻摩萨台。中情局制定了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计划，由中情局的资深特工，后来被称之为政变艺术家的克米特·罗斯福亲自执行。罗斯福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在伊朗有广泛的人脉。他带着100万美金潜入德黑兰，开始收买军官、议员、宗教领袖和街头混混。中情局的计划是先通过舆论战抹黑摩萨台，然后收买国王巴列维签署罢免摩萨台的命令，最后策动军队发动政变。1953年8月15日，政变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支持国王的军队被摩萨台的支持者发现并击溃，国王吓得逃往伊拉克。中情局总部一片悲观，认为行动已经失败。但罗斯福并没有放弃，他决定赌一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情局雇佣的街头混混假扮成共产党，在德黑兰街头打砸抢烧，袭击清真寺。同时，另一批假扮成保王党上街闹事。混乱中，民众开始相信摩萨台纵容共产党制造混乱，宗教领袖转而反对摩萨台。8月19日，在罗斯福指挥下，亲国王的军队终于发动决定性政变，坦克包围首都官邸。经过9小时激烈战斗，摩萨台的支持者被击溃，摩萨台被迫投降，后来被囚禁致死。新美的巴列维王朝重掌大权，开始了长达25年的独裁统治。这场政变的代价是什么？巴列维王朝实行亲美独裁统治，秘密警察萨瓦克镇压意见人士，民众的不满在沉默中积累。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美国大使馆被占领，52名外交官被扣为人质444天，美伊关系彻底决裂。直到今天，大家普遍认为，1953年的政变是美伊关系走向深渊的起点。如果没有那场政变，也许就没有1979年的革命，没有后来的人质危机，没有今天的中东许多的乱局。1970年9月4日，智利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总统，得票率36.3%。他叫萨尔瓦多·阿连德，这是阿连德第4次竞选总统，前3次都失败了，这次他终于赢了。
对于华盛顿来说，这是最坏的结果。冷战时期，西半球出现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信号太危险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能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通过民选选举在西半球出现。”但是阿连德确实是合法当选的。根据智利宪法，如果无人得票过半，由议会从得票前2名中选举产生总统。智利议会在10月24日以153票对35票确认阿连德为总统。中情局曾在9月4日到10月24日之间投入巨资，试图阻止议会确认阿连德。他们联络了21名智利高级官员，承诺全力支持政变。但智利陆军总统施耐德将军坚决反对军人干政。1970年10月22日，中情局支持的绑架小组试图绑架施耐德，但行动失败，施耐德中枪身亡。这一事件反而激起了民众对宪法的尊重和对阿连德的支持。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如期就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我们将通过民主、多元化和自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阿连德上任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将铜矿、礁石矿等战略性资源收归国有，加速土地改革，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社会福利。这些政策受到了底层民众的欢迎，但触动了美国和智利上层的阶级利益。尼克松政府立即对智利实施全面经济封锁，减少购买智利铜矿，压低国际铜价，要求美国银行停止对智利贷款，阻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智利放贷。智利铜矿出入口占国家外汇收入的80%。美国的打压让智利经济陷入困境。中情局投入800万美元资助智利反对派媒体、工会和商业组织《信使报》等亲美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经济困境，煽动民众不满。中情局还资助卡车司机罢工，导致物资运输中断，社会陷入瘫痪。到1973年，智利经济濒临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600%，黑市猖獗，民众排队买不到面包。反对派在议会指责阿连德无能，军队不满情绪蔓延。1973年8月，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美国早已与他建立联系，知道他是推翻阿连德的最佳人选。1973年9月11日清晨，智利海军在港口瓦尔帕莱索率先起事。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指挥陆军占领战略要地。阿连德在总统府得知消息后拒绝逃亡，坚决坚守。上午9点10分，阿连德通过最后幸存的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我绝不辞职，我将用生命报答人民对我的信任。我坚信，千百万人将继续奋斗，早晚有一天，自由的人们将走在通往更美好的社会道路上。”11点52分，2架英国制造的霍克猎人战机轰炸莫内达宫，这座19世纪的历史建筑燃起大火。阿连德手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赠送的 AK-47 冲锋枪，在2楼抵抗。当军队冲进总统府时，阿连德选择自杀殉职。皮诺切特建立军政府，开始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数千左翼人士被杀害、失踪，数万人被迫流亡海外。智利的民主在1973年9月11日这天被坦克碾碎。多年后，解密文件证实，美国全程参与了这场政变。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黄金水道，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利益焦点。1903年，美国通过支持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换取运河永久控制权。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条约，同意在1999年将运河交还巴拿马。但1989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代号“正义事业”的军事行动。诺列加，巴拿马国防军司令，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原本是美国中情局的长期合作者，为美国中美洲的秘密行动提供支持，包括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火和基地。美国每年给他20万美元作为情报合作报酬。但诺列加逐渐不听美国指挥了，他利用巴拿马战略位置，成为拉美毒品贩运的中转站，同时为多个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和情报机构提供服务。他还拒绝美国要求改革军队，拒绝让亲美派接替他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诺列加以民族主义口号调动民众反美情绪。1988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大陪审团以贩毒、洗钱等罪名起诉诺列加。这是美国第一次用国内法起诉外国领导人。
诺雷加拒不下台，美巴关系急剧恶化。1989年5月，巴拿马举行大选，亲美反对派候选人宣布胜选，诺雷加宣布选举无效，派暴徒殴打反对派候选人，美国召回大使，增派1万军队进驻运河区。12月15日，诺雷加控制的国民议会宣布巴拿马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12月16日，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巴拿马城检查站被枪杀，这成为美国出兵的导火索。1989年12月20日凌晨，老布什总统在白宫向全国发表讲话：“我下令美军执行正义事业行动，用美国人的生命捍卫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完整，打击毒品走私，恢复民主进程。”凌晨1点，2.7万名美军从海陆空3路发动突然袭击，这是自越战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F-117隐形战机首次投入实战，轰炸巴拿马国防军驻地。AC-130空中炮艇倾泻火力，巴拿马城多处燃起大火。巴拿马国防军约 1.6 万人，装备简陋，组织松散，在美国精准打击下一触即溃。美军迅速占领桥梁、发电站和电视台。诺雷加通过电台号召民众抵抗，但很快销声匿迹。美军逐屋搜查，悬赏100万美元抓捕诺雷加，但他在混乱中消失了。几天后，情报显示诺雷加躲进了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美军立刻包围了大使馆，架起高音喇叭和探照灯。他们想出了一个奇特的心理战方法：24小时不断播放高分贝的摇滚乐，用音乐折磨里面的诺雷加。梵蒂冈方面不堪其扰，外交官无法正常工作，诺雷加精神濒临崩溃。1990年1月3日，梵蒂冈通知诺雷加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使馆，否则将把他交给巴拿马新政府。诺雷加别无选择，决定向美军投降。下午8点50分，身穿军装的诺雷加走出使馆大门，被美军士兵戴上手铐，押上直升机。他被送往霍华德空军基地，随即押往迈阿密受审。1992年4月，迈阿密联邦法院以贩毒、洗钱、敲诈勒索等8项罪名判处诺雷加40年监禁，后来减至30年。2007年9月，他刑满出狱，但因引渡请求被转移到法国受审。2010年，法国以洗钱罪判处他7年监禁。2011年，他被引渡回巴拿马。2017年病逝。正义事业行动造成多少伤亡？美国官方公布23名美军士兵死亡，324名巴拿马国防军死亡，202名平民死亡。但人权组织认为实际平民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因为美军轰炸的贫民区根本没有战斗人员。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4分，巴格达遭遇空袭，美军导弹击中了一处据称是萨达姆·侯赛因藏身的建筑物。小布什总统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针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已经打响，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发动战争的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和世界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同时，美国宣称萨达姆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联系，参与了911恐怖袭击。2003年2月5日，时任国务卿克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场90分钟的演讲。他拿出一管白色粉末，声称那是伊拉克试图发展化学武器的证据。他说，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生物武器，可以在1周内用于实战。后来的事实是，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管白色粉末后来被俄罗斯总统普京调侃为里面装的可能是洗衣粉。2004年，鲍威尔承认他的联合国演讲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页。战争持续不到1个月，美军从科威特出发，一路向北推进，伊拉克军队溃不成军，许多部队一枪未放就投降了。4月4日，美国占领巴格达国际机场。4月9日，美军攻入巴格达市中心。那一天，巴格达天坛广场上，一尊萨达姆的巨型铜像被美军坦克用绳索拉倒，聚集的伊拉克民众用鞋子抽打倒下的铜像。这一幕传遍世界，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伊拉克人民庆祝解放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巴格达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机关、博物馆、医院、商店被洗劫一空。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17万件文物被盗或被毁，这是2战以来最严重的文化遗产劫难。美军对此袖手旁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混乱是难免的，人们是自由的。”萨达姆本人开始逃亡生涯，
他辗转于提克里特附近的农场和藏身点，通过录音号召伊拉克人民抵抗美军。美军悬赏2500万美元抓捕他，派出数千名士兵持续搜捕。2003年12月18日晚上8点，美军根据情报突袭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农场。他们在农场的地下发现一个蜘蛛洞，一个仅能容下一人躺下的地洞，洞口用砖头和泥土伪装。萨达姆就在这个洞里被发现，满脸胡须，神情疲惫。美军士兵把他从洞里拖出来，按在地上搜身。那段抓捕视频同样传遍全球。萨达姆被关押3年多，关押地点代号克罗伯营，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美军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审讯，但收效甚微。2004年7月，萨达姆被转移给伊拉克临时政府，接受伊拉克特别法庭审判。审判持续2年多，萨达姆在法庭上态度强硬，经常与法官争吵。他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说：“我是伊拉克总统，你们没权审判我。”2006年11月5日，法庭判决萨达姆绞刑，罪名是1982年在杜加尔村杀害148名什叶派村民。2006年12月30日凌晨，萨达姆在巴格达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被执行绞刑，行刑过程被手机拍下。画面中，萨达姆被套上绳索，有人高喊“去死吧”。萨达姆的尸体被运回提克里特，安葬在他出生的村庄。这个统治伊拉克24年的强人以这种方式落幕。他的死并未给伊拉克带来和平。战争到底造成了多少伊拉克人的死亡？不同的机构统计数字相差很大。美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估计超过60万，伊拉克家庭健康调查估计15万，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军文件显示10万。无论哪个数字，都意味着数十万生命的逝去。伊拉克至今仍是中东最动荡的国家之一。战后17年，极端组织占领了大片领土，教派冲突持续不断，政治腐败严重，民生凋敝。至于发动战争的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没有找到。2016年，英国公布齐尔考特报告，确认伊拉克战争所有的理由不成立。英国参与战争的决定基于有缺陷的情报评估。但那场战争已经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格局，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2011年10月20日，一段手机视频传遍全球，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被反对派武装人员从下水道里拖出来，按在皮卡车上殴打羞辱，有人用刺刀捅他的臀部，有人揪着他的头发拍照。这名男子是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卡扎菲的结局与他与美国几十年的恩怨密不可分。1969年9月1日，27岁的通讯兵卡扎菲率领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亲美的伊德里斯王朝，成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他上台后，关闭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废除与美国的一系列军事和经济协议，被美国称为头号撒旦。卡扎菲有独特的政治理念，他提出世界第三理论，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要建立一种基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直接民生。1977年，他辞去总统职务，改称革命领导人，宣称利比亚是民众国，由人民委员会直接管理。1986年4月5日，西柏林一家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包括2名美军士兵。美国指责利比亚策划了这次袭击。4月15日凌晨，里根总统下令空袭利比亚，代号“黄金峡谷行动”。18架 F-111战斗轰炸机从英国基地起飞，经过多次空中加油，飞行5000多公里，对迪利波里和班西亚的5个目标实施轰炸。卡扎菲的住所阿奇奇亚兵营也被炸，卡扎菲本人躲过一劫，但包括他的养女在内的数十人在空袭中丧生。卡扎菲此后多年心有余悸，经常更换住所，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过夜。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270人丧生。1991年，美英指控2名利比亚情报人员涉嫌制造空难，要求利比亚交出嫌疑人。卡扎菲拒绝，联合国随即对利比亚实施制裁。此后10几年，利比亚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制裁严重打击了利比亚的经济，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卡扎菲意识到形势变化，他主动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利比亚，向洛克比空难遇难家属支付27亿美元的赔偿金。美国和利比亚关系开始解冻，
2006年，美国与利比亚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2009年，卡扎菲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长达100分钟的演讲，批评安理会是恐怖理事会。2011年2月，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利比亚，受突尼斯和埃及影响，利比亚在第2大城市班加西爆发反政府示威，政府军镇压造成伤亡，抗议迅速升级为武装起义，反对派成立全国过渡委员会，控制东部地区。卡扎菲发表电视讲话，发誓战斗到底，死在这里。他指责反对派是基地组织的走狗，号召支持者上街保卫政权。利比亚全面陷入内战。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3月19日，法国率先对利比亚政府军发动空袭，美国和英国随后加入，北约很快接管军事指挥权。在北约战机精准打击下，利比亚政府军的坦克、装甲车、炮兵阵地、指挥中心、补给线接连被摧毁。反对派武装在地面逐步推进，从班加西向西挺进。8月，反对派攻占首都迪利波里，卡扎菲和家人逃亡，藏身于他的家乡苏尔特。10月20日，卡扎菲的车队在苏尔特附近被北约战机空袭，他本人受伤后被俘。手机视频记录了他最后的时刻，被拖在地上，鲜血直流。有人朝他开枪，有人高喊不要杀他，抓活的。但混乱中，卡扎菲还是被击毙。他的尸体被运到米苏拉塔，放在一个肉铺的冷库里公开展示4天，让民众参观。卡扎菲死后，利比亚陷入更深的混乱，不同武装派别割据混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趁虚而入。这个北非石油富国至今没有恢复和平和秩序。2014年，利比亚爆发第2次内战，出现2个议会、2个政府对峙的局面。2019年，哈夫塔尔将军发动进攻迪利波里，战事持续1年多。2020年10月，各方签署永久停火协议。2026年1月3日凌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还在沉睡中，美军发动代号“绝对决心”的军事行动，出动超过150架军机，包括 F-35隐形战机、AC-130空中炮艇、MH-60黑鹰直升机，突袭总统府官邸。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夫人被强行带走，押往美国。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马杜罗在美军军舰上的照片，这是美国首次在拉美地区直接抓捕一个国家的在任总统。1月5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马杜罗已经在本土关押，将面临贩毒、洗钱等多项指控。他在记者会上说，多年来，马杜罗政权把委内瑞拉从南美最富有的国家变成最贫穷的国家。他的毒品集团向美国输送了数千吨可卡因，毒害我们的年轻人。特朗普的话近乎不加掩饰，我们将从委内瑞拉地下开采出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也将以赔偿这个国家给我们造成损失的形式流向美国。他宣布，美国大型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将进入委内瑞拉，帮助重建该国石油工业。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约3000亿桶，超过沙特阿拉伯。此外，还有丰富的黄金、铁矿、稀土资源。加拉加斯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仅2000公里，是美国后院最重要的能源来源之一。马杜罗2013年4月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接替去世的查韦斯。他上台后，委内瑞拉经济持续恶化，国际油价暴跌，石油收入锐减，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100万，物资极度缺乏。民众排队数小时买不到面包和药品。到2019年，超过500万委内瑞拉人民逃离家园，成为拉美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美国长期对委内瑞拉实施严厉制裁。2017年，特朗普政府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2019年，美国宣布制裁委内瑞拉黄金出口。同时，美国公开支持反对派领导人伊瓜多，承认他为临时总统，试图推翻马杜罗。2025年，委内瑞拉局势发生转折，在美国和欧洲支持下，反对派加大街头抗议力度，军方高层出现分裂迹象，多名高级将领被美国策反。2025年12月，美军开始往波多黎各集结兵力，哥伦比亚同意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2026年1月2日，反对派在加拉加斯组织大规模抗议，要求马杜罗下台。1月3日凌晨，美军发动突袭，特种部队从空中直向总统官邸。通过短暂交火后，
控制马杜罗。行动之迅速精准，显然是长期策划的结果。但马杜罗模式不易复制，加拉加斯靠近海岸，便于美军突袭，而其他拉美国家的首都多在内陆纵深，地理条件成为国家元首安全的因素之一。从1953年的德黑兰到2026年的加拉加斯，73年过去了，但马杜罗的被捕意味着政权更迭进入新阶段。从秘密策动政变到公开军事入侵，再到无人机暗杀、特种部队抓捕，手段越来越直接，成本越来越低，成功率越来越高。对于小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什么？答案不言自明。我们刚刚详细讲了6个被美国颠覆的政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1954年，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闲置的土地分给农民。中情局策划政变推翻了他。此后，危地马拉陷入长达36年的内战，20多万人丧生。直到今天，危地马拉仍然是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1年，刚果首任总理卢蒙巴要把矿产资源收归国有，被中情局支持的政变推翻，惨遭暗杀。他的尸体被肢解后丢入硫酸溶液，只有1颗牙齿留存。比利时政府在2022年才将这枚牙齿归还刚果。卢蒙巴之死开启了刚果数十年的动荡。2000年，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北约轰炸后被西方支持的推土机革命推翻，后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2006年死于狱中，他曾经统治的南斯拉夫已从地图上消失。2020年，伊朗2号人物苏莱曼尼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定点暗杀，这是美军首次公开刺杀另一个国家的现役高级将领，标志着暗杀从隐蔽走向公开。这些案例只是2战以来美国数百次政权更迭行动中的一小部分，有的通过中情局秘密策动，有的通过直接军事入侵，有的通过支持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有的通过无人机定点清除，手段不断进化，但目标始终如一，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从1953年德黑兰的政变到2006年加拉加斯的突袭，73年过去了，剧本核心从未改变，变化的只是手段。但历史的教训也从未改变，靠武力输出的民主结出的往往是动荡的苦果，用炸弹推倒的政权长出的不会是和平的橄榄枝。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见。